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7月24号。比特币昨天一根上涨，今天一根下跌，行情到底是怎么了？已经30多天没有再操作它的一个短线。那今天视频来利用周线里面的这个 MACD 指标，上一次是来到这个低点的位置，是跟朋友们判断下去可以选择去做多，因为周线里面 MACD 的知识，或者是这个 MACD 指标里面的时间，跟我前面聊到的10月份的时间有没有可能会上涨，有没有重叠的一个区间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uss 社群，把你拉进 VIP 组，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形态哦，可以观察一下这两根感觉是一个多方吞噬，那今天也很像是一个空方吞噬，不过已经聊了有一段时间，最近是非常的无聊，你尽量去观察一下 29.5K， 不要跌破的买点。那我们要来聊一下，上一次在这个低档的位置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有一个下降楔形，往往以往的经验，挖坑的位置才有可能是中线的一些买点的位置，像这几个点位哦。但是这一次迟迟都不肯挖坑，因为之前好几个位置，就是这个位置也是挖坑买点，挖坑买点，然后这个区间也是挖坑的买点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一次在这几个低点的位置，其实当时指标是有走成一个背离的结构。如果我们以这一条黄色的线拉一条水平线过去观察，就是这个位置 KD 的指标价格是在往下跌， KD 黄色的值它是比这个位置要高，所以有时候中线的买点或者日线的买点，像这种挖坑的位置，你再配合它下降楔形的形态是看涨的一个形态，有可能会事半功倍啊。包括这个 MACD 指标也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一个低点一个低点不断的在走低，但是柱状是在呈收缩的结构，就是这个位置的柱状比这个位置的柱状要小，然后比这个位置柱状也是呈上升的一个结构。现在我的一个观点是，主力到底会不会再挖坑？有可能他也是在猜测散户，前面2次挖坑都是上去，挖坑都是上去。现在主力有可能横了30天，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它黄金比例的结构。到目前整理的区间还是维持在 0.382 上方，所以 29.5K 或者是 29K 就上这个 0.382 的区间，它主力到底想不想破？之前有跟大家猜过一个观点，有可能主力就是在猜散户的心思，要破早就应该破了，因为我知道场外是有很多资金是要进来，就是去年不敢抄底比特币 20K 下方不敢抄底的比特币，有好多的资金是要进来，包括美国那边比特币现货的 ETF， 如果是能批准上市二级市场那一些买股票的，相信有一大部分人都会去买这个比特币 ETF 的基金，所以有可能主力就是在这个位置思考，要破早就应该破了，它还是横在这个区间的。当然我也希望它如果这个位置真的能破下来，手上如果真的还有资金的朋友，或者是闭本位想继续开期货的朋友，我的观点是你可以观察，如果有像前面一些挖坑的位置，就是这一次它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破的话，日线会不会形成一个背离的结构，或者 MACD 如果是破以后再反，或者是在这个位置再整理，就是这样子继续整理下去，有没有可能 MACD 柱状呈这种上升结构的走势的情况下，有低点的位置你再去猜看有没有做多的点位。如果主力在这个位置还是继续横盘震荡，就是不肯跌破这个低点，那我们要观察一下周线里面的这个 MACD 指标，要去留意一下。历史上有一个参考经验，就是前面有跟大家讲过一个知识嘛，你可以利用这个 MACD Fast 把里面快速指标的参数改为一个5的一个参数，就可以得到领先时差或金叉的一个值哦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上一次是在这一根 K 线快速的 MACD 指标，如果是单周下跌 10% 的低点，你应该选择去做多。然后我的观点是，它最近也不肯大跌哦，你去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可能类似像这种，如果这个区间要破，最好是给我往下崩。为什么不肯崩？因为下方这一根 K 线是主力的表态，就是周线里面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表态，洗盘到位继续往上拉。那如果它不作为的情况下，还有一个走势有可能就是这样子继续横下去，目的是为了什么？就是周线里面它这个柱状是有背离，因为这一次的高点比上一次的高点是要高，就是价格在过高，柱状是在呈下降的一个结构，但是它不肯跌，也不排除有可能它就利用横盘的结构
把这个上升趋势线慢慢的移到这个位置，后面有没有可能会再突破？因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下方的 MACD 指标，它现在是放红色的，那我们要判断一下这里面的一个时间。如果这一个红色的柱状整理一个10根左右，也是时间有重叠在10月份左右。所以我个人观点，如果真的还有资金的朋友，你也要烦一点，它真的有没有可能挖坑，或者是这一根 K 线一半的位置到底是 29K 还是说就是这一个 N 型高位的位置有没有一个支撑区？因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前面的一个区间，就是这个位置的柱状也是一样，价格在过高，然后这个 MACD 指标柱状是在背离，它后面压回的位置，周线里面如果有 10% 的大跌的一个位置，你应该要选择站在买方，因为目前趋势是向上的，就是趋势向上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利用这个 MACD 指标这样子来应用，特别是它在时差的位置，如果单根下跌超过 10%， 如果它不跌个 10%， 那你观察一下横盘有没有可能在10根左右以后红柱放个10根，到时候看有没有一个突破的点位，你也可以做追加，就类似上一次这个位置趋势突破的时候，希望朋友们至少在这个位置都要做一个追加的动作。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，也就是比特币在2015年、2016年整波牛市上升结构的情况下，它在整理的区间买点的位置低点或者是突破的点位，我们要怎么来判断？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16年的这一根 K 线，就是参考这根 K 线，单周如果下跌幅度超过 10%， 你应该在这种下跌的低点给我站在买方。它这个快速的 MACD 指标就是在时差的位置，低点的位置你应该买，买完它也没有再跌破这个低点。所以现在家人们，如果真的在按我的观点反比特币有没有可能跌回的位置，你就观察它单周到底有没有可能跌个超过 10%。 如果不跌，有可能类似这种区间震荡完的一个时间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刚刚聊到的10天，它从这一个到这个位置，就是下面的红柱放了13根，差不多是在这个区间，后面是往上突破，你可以在这种位置去做追加。或者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6年的8月份，也就是这一根 K 线，如果加上下影线，单周也是跌幅超过 10%。 你反的左侧压回的一些买点的位置，尽量观察有没有跌个超过 10% 的位置，或者是没有像这种大幅压回的点位，或者是后面它整理的区间，你右侧买点的位置也可以去观察一下。差不多 MACD 柱状是在10根左右，你应该每天就要开始跟盘了，有可能随时都会有变盘的一些点位是不是要继续往上过？所以最近也是一直在猜主力的一个形势，它到底会不会再有这种大跌的 K 线，让一些朋友或者是重新再上车的机会？如果没有的情况下，像这种区间，我的观点是它没有像这种 10% 的一个跌幅，它在这个区间后面下方的 MACD 就是整理了10根左右，就类似目前的区间。它如果真的不肯往下破，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横个10根左右？前提是它这个位置根本就不想破下去，就是一直横在这边磨散户，磨个2到3个月，最后没人在这边搞比特币，有没有可能突然间再震惊全世界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